欢迎来到跟古诗学中文。欢迎来到跟古诗学中文。你有没有去过很安静的山里？你有没有去过很安静的山里？山里没有人，可是你突然听到声音。山里没有人，可是你突然听到声音。这是什么感觉？这是什么感觉？今天我们学习王维的一首古诗《鹿柴》。今天我们学习王维的一首古诗《鹿柴》。打开字幕，可以帮助你更快学会中文。打开字幕，可以帮助你更快学会中文。今天的古诗是《鹿柴》。今天的古诗是《鹿柴》。诗人是王维。诗人是王维。我们先听一遍。我们先听一遍。空山不见人，空山不见人，但闻人语响。但闻人语响。返景入深林，返景入深林。复照青苔上。复照青苔上。第一遍，请你先听。第一遍，请你先听。空山不见人，但闻人语响。空山不见人，但闻人语响。返景入深林，复照青苔上。返景入深林，复照青苔上。第二遍，请你跟我一句一句读。第二遍，请你跟我一句一句读。空山不见人，空山不见人，但闻人语响。但闻人语响。返景入深林，返景入深林，复照青苔上。复照青苔上。第三遍，我们只读最有画面的一句。第三遍，我们只读最有画面的一句。返景入深林，复照青苔上。返景入深林，复照青苔上。这首诗写的是一座很安静的山。这首诗写的是一座很安静的山。山里看不见人，山里看不见人，可是可以听到人的声音。可是可以听到人的声音。太阳的光照进深深的树林，太阳的光照进深深的树林，最后光落在青苔上。最后光落在青苔上。这首诗没有说我很安静，这首诗没有说我很安静，可是我们能感觉到安静。可是我们能感觉到安静。第一句，空山不见人。第一句，空山不见人。空山不是说山真的什么都没有，空山不是说山真的什么都没有，它是说山里很安静，看不见人。他是说山里很安静，看不见人。第二句，但闻人语响。第二句，但闻人语响。但闻就是只听到。但闻就是只听到。这句话的意思是只听到人的说话声。这句话的意思是只听到人的说话声。第三句，返景入深林。第三句，返景入深林。返景可以理解为傍晚的阳光。返景可以理解为傍晚的阳光。阳光慢慢照进很深的树林。阳光慢慢照进很深的树林。第四句，复照青苔上。第四句，复照青苔上。复照就是又照到。复照就是又照到。这句话的意思是阳光又照在青苔上。这句话的意思是阳光又照在青苔上。现在我们学习几个重要的中文词。现在我们学习几个重要的中文词。这些词可以帮你说自然的景色和心情。这些词可以帮你说自然的景色和心情。空山，空山，空山，空山。空山里看不见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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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声音，声音，声音，声音。我听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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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声音。阳光，阳光，阳光，阳光。今天阳光真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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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青苔，青苔，青苔，青苔。石头上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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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青苔。
安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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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很安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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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山里很安静，山里很安静，山里很安静，山里很安静。我听到人的声音，我听到人的声音，我听到人的声音，我听到人的声音。阳光照进树林，阳光照进树林，阳光照进树林，阳光照进树林。我喜欢安静的地方，我喜欢安静的地方，我喜欢安静的地方。我喜欢安静的地方。古人写空山，不是只写一个地方，古人写空山，不是只写一个地方，他们也在写一种心情。他们也在写一种心情。山里没有人，反而更能听见声音。山里没有人，反而更能听见声音。树林很深，阳光反而更明显。树林很深，阳光反而更明显。这就是中国古诗里很美的地方。这就是中国古诗里很美的地方。它不大声说情绪，而是让你自己感觉到。它不大声说情绪，而是让你自己感觉到。最后，我们复习一下。最后，我们复习一下。空山，空山，声音，声音，阳光，阳光，青苔。青苔。请跟我读这句诗。请跟我读这句诗。空山不见人，但闻人语响。空山不见人，但闻人语响。今天我们学到安静的山里也有声音和光。今天我们学到安静的山里也有声音和光。你去过安静的山林吗？你去过安静的山林吗？我们下次继续跟古诗学中文。我们下次继续跟古诗学中文。